没错，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就是赫赫有名的凤羽岛。据说古代的人发现岛的形状像是从凤凰身上落下的羽毛，所以才取了这个名字。来，瞧这边，那座在岛心中央的建筑叫做望海阁。它是古代贵族夏天用来避暑的地方，截止到今天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。但望海阁现在被改建成了展厅，专门用于展出在凤羽岛上发现的文物。两位如果有兴趣，可以去看看。除此之外，还有没有其他活动？有啊，望海阁前面还有一个凤羽花园，里面有很多奇花异草、形状各异的假山石，很值得一看。我记得这几天还是凤羽花园1年1度的赏花宴，应该也会有很多小活动。两位可以去参加看看。哦，对了，在凤羽岛边上还停靠了几艘游船。两位如果想登船游湖，去看看海鸟鸣飞的景象，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我们可以在逛凤羽岛的时候再想想。虽说是凤羽岛的游船项目，却没想到它会开这么远。但也正因为这样，我们才能看到凤羽岛的全貌吧。那你觉得从远处看，凤羽岛的风景如何？我，啊，我和你想的差不多，只是有一处不同。我在想什么时候能和你一起生活在这样无忧无虑的地方，那里没有压力，也没有烦恼，只有我和你。
我想这家就是声名远播的李氏之子。据说他们祖祖辈辈都以油纸伞为生，有着独特的制伞秘法。不仅对于原料的选择十分严格，制作涂料还是按照宫廷古法调配制成的。的确十分复杂。单论选材而言，前前后后一共有几十项流程。就在你看伞的时候，据说一直到现在，他们制作的梅柄伞伞面图案也都不一样。李氏纸伞名声在外，成品精美绝妙，很多人都想买来收藏。但由于工序复杂，手工制作周期很长，可能3-5天才能制成一把。加上现在原料稀缺，并不是想买就能买到。像今天能看到摊位上有伞售卖，应该是我们运气好。好。怎么了？我很喜欢，你的眼光一向都很好。我也是，只要是和你在一起，生活在哪里都好。现在我们所站的这座石桥，据说在古时候被叫做情人桥。传说有缘人在这座桥上相遇，就会结成生生世世的眷侣。虽然到了现代，这座石桥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神奇，但人们依旧会把这里看作象征着爱情美满的圣地。渭海其实是我国国内第4大淡水湖。据说在古代的时候，负责记录地理风貌的官员，错误地翻译了少数民族的文字，才把它称为渭海。这个名字从那时起便沿用至今。据说他们祖祖辈辈都以油纸伞为生，有着独特的制伞秘法。不仅对于原料的选择十分严格，制作涂料还是按照宫廷古法调配制成的。怎么了？在想什么？啊？你什么时候发现的？
果然什么都瞒不过你。我还以为这次我已经隐瞒得足够好，你看不出其中的疑点，没想到还是露出了不少破绽。抱歉，一开始没有告诉你我的计划。其实我是打算回去以后，再找时间向你解释的。我以前看过一种说法，定期为恋人制造一些惊喜，也是一种浪漫。我也想试着去带给你超出预期的浪漫与惊喜。这次的旅行是我计划了很久的意外，是我想要带给你的心动。之前没有告诉你，一方面是担心直接提出一起去旅行，你可能会因为我们的工作安排而犹豫；另一方面，就是想保留一份完整的惊喜感给你。就像你猜测的那样，是我伪造了奖券和网站。网站上所有的旅游路线，也都是我提前准备的计划，包括那张奖券上的日期，这也是我计划的一部分。为了万无一失，我会定期更换对应时间的奖券，直到你打开那本书。这也是我最难忘的经历。这张照片哪里都好，只有一点不好。照片里没有你。希望你原谅我对你的隐瞒。以后我会带给你更多的浪漫，陪你去每一个你喜欢的地方。希望我余生的所有时间与惊喜都只属于你。只要你一切都好。这是安瑶花发簪，据说将安瑶花制成的发簪送给心爱的人，这对恋人就会相守一生。